美国加强对 F-35战斗机的能力展示，而中国高调宣传 FC-31的出口广告。隐身战斗机市场，中国能抢多少？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这几天，沈飞那边有个新动作，就是沈飞那个公众号对某型号总师詹强的工作事迹进行了报道。但是文章里边呢，还指向一个信息，就是沈飞要开始猛推 FC-31的出口了。显然，这是要跟美国的 F-35展开竞争了。美国海军呢是刚刚经历了一次 F-35C 的坠海事件，不过毕竟是一起孤立事件嘛，不说明多少问题，所以美国海军对 F-35的评价没有因此而变糟。而且呢，经过了6个月的卡尔文森号的航行，美国海军对 F-35C 的使用经验也日渐丰富，认为凭借 F-35的各种传感器，它能够拿到的各种战场信息是其他战斗机无法获取的，并且通过数据链等等手段，还能够实现这些珍贵的信息在全球各个战区之间实现共享。这种共享呢，可以方便集中控制，可以让战场指挥进一步扁平化。另外呢，美国还在探索扩大 F-35C 的中队编制。以前是每个航母2个中队，每个中队10架飞机左右嘛。下一步就构想把一个中队的规模扩大到14架，甚至是20架。当然，这必须研究一下会不会造成在机库上还有甲板上的拥堵。而这次新加坡航展上呢，美国照例又是派了 F-35参加飞行表演，还有静态展示。通过这个性能展示，还要争取更多订单。对此呢，印度方面看到美军的 F-35B 有幸和印度的 LCA 停放在一起，印度媒体照片还对美军进行了表扬。现在呢，买 F-35的国家真是越来越多了。对很多美国的友好国家、铁杆盟友来讲，这是确保自己空军不落伍的唯一途径。买了这些飞机呢，好处是不仅仅进入了空军的隐身时代，而且可以获取美国所展示的远程跨域战场信息共享能力。而坏处是呢，大家都知道，保护费交了以后，自己的政治方向可能要被美国所左右。对英国、日本这样的美国传统铁杆盟友来讲，本来就已经把自己跟美国绑在一辆车上了，所以不会担心损失什么自主性。而对于中国、俄罗斯来说，本来就不靠美国，自己有自己的产品和技术。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讲，这就是两难的选择了。不买 F-35可能瞬间落伍。比如希腊这次获取 F-35之后，土耳其就感觉自己的空军马上矮了一头，现实危险急剧增加。而要实现购买 F-35，就意味着必须推翻以前自己很多决定，向美国低头认怂，从此忠心耿耿。所以你让土耳其怎么选择？那么很容易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给这些国家更多选择，是不是就能够防止整个国际战略平衡彻底倒向美国呢？俄罗斯现在能够拿出来的是苏57。不过一般认为苏57在隐身性能上做得不够彻底，而且雷达、航电这些设备跟不上时代，所以基本也很难指望它能够平衡 F-35。反正印度是放弃了苏57，觉得自己的 LCA 更香。另外呢，就是新出的苏75，提供了新的隐身轻型战斗机概念。不过什么时候能够首飞，什么时候能够服役还是问题。据说现在也就是阿联酋感了兴趣，印度下了订单。所以中国的 FC-31现在也确实应该加大宣传出口力度，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选择，让这些国家不见得非要在落伍和倒向美国之间2选1，至少还有中国隐身战斗机这条路可以走。而 FC-31从当年的 1.0 版本亮相到现在，虽然一直都在瞄准出口市场，但是这次沈飞公众号发表的文章让人感觉到沈飞这次力度真的是不一样了。因为文章中着重强调的是一个型号服务2个市场。什么叫2个市场？一个国内市场，一个国外市场，还专门成立了军贸办公室，开拓外贸市场吗？这不就是意味着 F-31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在中国军队即将服役，所以客户不用担心这是忽悠，而且客户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拿到现货。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相信 FC-31在很多不可能购买 F-35的国家看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选择。如果 FC-31真的是实现了出口，走进一些国家的话，那么在国际政治格局上的意义，还真不是外贸那点金额能够体现的。好，关于沈飞开始大力推动 FC-31出口，政治上、技术上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